先泡过温泉之后再去做饭吧，刚好我也不饿。哦，对了，你脚踝的伤千万要记得涂药，我已经交给百灵了。雨墨，我以前是不是见过你啊？我们有没有见过？难道你不记得吗？我都不知道我从何而来，我也不知有没有父母跟亲人，我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到了凡间，到了梨园，又去了花影山林，阴差阳错的到了这里。我时常恍惚，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久之前就认识了。也许我们以前就认识呢，说不定为了你，经历了生死，轰轰烈烈，到最后，我们之间还是有始无终的。于是，你这辈子变成了我的小妾，日日被我使唤、欺负。也许，你就是来还以前的债的。严旦誓死追随主公，京中鲍鱼，花脑涂地，还望主公一定相信严旦的一片忠心。如今花京族都在野兰山上避难，整个山境当中妖蛮为患。我想我们是不是……我知你下山心切，明日我们便启程。我既为万妖之主，想通过此次出行，一探凡间万妖百态，顺道看一下有无恶妖抹坏我们妖族的名声，顺便惩戒。不太平之地，多生五毒六旺。我已经做好功课了，第一站我来安排。希望这一次不虚此行，收获万千故事。等旅途结束的时候，我可以写出一出好戏。真是羡慕鱼女姐姐啊，只有她们欺负鱼的份儿，不像那条挑嘴鱼，一大早我就要采花露泡茶。别动！别乱动！小心点！别动！呀呀呀呀呀！一个个长得如此这般，还在这儿打什么鱼呀？回去跟我享福去吧。走。停！您看我姿色怎么样啊？我也想去跟您享清福，您看我行不行啊？我行，我行。请稍微保持一点距离，谢谢。如此浊臭的妖气，定是个欺男霸女之辈。哎呀，哎呀，真好！多大了？叫什么呀？小奴名叫白漂亮，上个月刚满16。哦，哎呀，28青春好年华呀！哎，正合我的口味。你这色欲缠身的丑陋模样，不就是六旺中的色尘？这趟我真是来对了。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兰溪镇鼎鼎大名的周善人。听闻您呢，经常接济穷人家的孩子，把他们的女儿强行纳为姬妾，关在这府里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在我看来，您根本不像个恶霸，反倒像一个大好人呢。好，说得好。哎呀，这个姑娘十分有趣啊，说的我这浑身上下，我这舒坦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
恐怕知道我要干什么啊！好好的从了我，听话啊！你知道，不听话的话，我有很多种办法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是吧？大善人，啊刚刚您笑的时候，我看到您后槽牙有条蛀虫。啊！姐姐们快跑吧，老爷生病了，让我好好的治一治他。哇，妖气这么重，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，原来是一只癞蛤蟆。哎，就您这副尊容，不好好在水里待着，非跑出来祸害漂亮姑娘，臭不要脸！你是捉妖师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你才捉妖师呢，你全家都是捉妖师。我是你姑奶奶，刚才赏你的是狐族特制的显影丸，这你都不知道，你有没有点当妖的常识啊？竟敢戏弄我，你死定了！妖力这么强，原来是只陈年老蛤蟆。你既然是妖，为什么没有妖气？我厉害呗。你也挺厉害的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这凡人我已经吃腻了，吃点妖元换换口味。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的。蛤蟆大哥，是小的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没有想到您的修为这么高，真是威震一方的大妖啊！哎，我刚才一时糊涂，冒犯了您。这样吧，我愿意献出我的妖元给您，我心甘情愿。那就用行动证明。大哥，您别客气。好，那咱们就击掌为盟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蛤蟆哥，这不合适，这真不合适，这真不合适。哎呦！于墨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你给我来信说你要日行一善，这就是你要行的善。哎呀，你是什么东西，坏我的好事儿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竟然这么跟我们山主大人说话，信不信我们山主大人把你烤成蛤蟆干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烧他？嗨，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看到你一根头发丝，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去！哎，于墨，这个蛤蟆作恶多端，猥琐至极，快灭了他！到底有完没完？我倒要看看你俩几斤几两！哦，臭蛤蟆、癞蛤蟆，还想占我便宜啊！呸！恭喜山主大人又为凡间除掉了一个恶妖，解救方圆几百里的美人于水火当中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像一回来就不高兴。你那脸本来就长，拉着个脸更长了。你不是说了吗？你看头发丝都能想到我要说什么。莫非还在介意我独闯蛤蟆窝的事儿？你说说你，连一个肥蛤蟆精你都治不了，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那这么说，你是想逃跑？不是啊，那要不然你就是不想服侍我？没有。那我明白了，你嫌自己命太长了。我当时完全是事急从权嘛，而且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什么恶妖不是你三拳两脚就能打败的呀？我就狗仗人势，不对，狐假虎威了一下。
那如果我不去呢？你还真做他的小妾啊？我怎么可能啊？我怎么就没见过你跟我用这么媚胡的招？天地良心，连亲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我怎么会看上那丑八怪啊？而且我知道你肯定会来救我的嘛。我当时只是想了一种办法拖延时间。办法有很多种，没有必要非用那种啊。我自然是想到什么就用什么了。虽然美人计老土了一些，但是很适合我嘛，而且百试百灵了。别跟我提美人计。哎呀，怎么还生气了？这鱼今天到底抽什么风呢？于墨好歹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他要是生气了，我也没好果子吃。希望这个白鱼膏可以让他消气吧。给我拿来！我这钱是留给孙子买米的，我求求你们行为什么坏？拿来吧你！走开！松开！嫂子，有手有脚在这欺负老人家，爹娘没教你们吗？也罢，我求求今日便让我教教你们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老吾老，幼幼。妖气消失了，难道被别人抢先了？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白漂亮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千里扶摇阵。哎呦！二位大哥，这是我刚刚捡的银子，是你们丢的吗？哎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扔过来吧。我刚才崴了脚，不方便过去。你看，要不然你们过来取啊。此阵虽然凶险，但遇凡人就会自动收阵。这是哪路大神啊？用这么狠的阵法收我？还是这么爱耍小聪明。这位大姐，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从这里跑过？你才大姐，不过这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没瞧见。麻烦你一下，这个糕点怎么卖？5文钱一块，5文钱。哎。小伙子，我收钱，不收葫芦。收你啊，白漂亮！果然是你！你这小人，竟然用定身符来羞辱我！这个糕点呢，味道确实不错。不过呢，我还真有点饿了，还想再陪你玩一会儿呢，但时间不允许了。我已经打扮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认出我的？走犯行商呢，一双眼，识尽天下，最是精明不过。而你呢，连头都不敢抬，这戏如何做得真呢？你扮成一个妇人，但你的发色却漆黑莹润，你这双手也不像是劳作过的，太假了。竟然毁在生得太美，那我就当你在夸我喽。
这最重要的是，在花影山林中啊，你骗过我一次，就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。唐天师，您看，您对我有成见吗？我方才明明是在行侠仗义，真的。我从那个地痞流氓的手中把那个老奶奶解救出来了，我做好事也要被抓吗？再说了，你说这3界4海当中，我们2个能遇到2次，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你说对不对？非常对，说的没错。哎，不过呢，就是猫捉耗子的缘分。死捉妖师！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你最好不要白费力气。对，我是没本事，你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，你把我关在这儿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你们捉妖师就这么点本事吗？讲不讲道理啊？道理，道理是和人讲的。哎，别把我关在里面啊！不是你这真是的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错了，唐天师，我不过就是一朵可爱的小莲花，无辜又无害的。您说您拿这个法器对付我多浪费啊！我还占地儿，万一您以后遇到恶妖的话，您都没地收它了，对吧？方便，我方便的很。等我把你炼成丹药之后，其他的妖自然能住进来了。你放心，我很有经验的，会让你死得很安详。别人就算了，他和我结过梁子，不会真的弄死我吧？方才一路只顾逃跑，没留下记号，雨墨指望不上了，只能靠自己了。唉，现在终于知道人善被人欺，老鼠遇到猫是什么感觉了。唉，这种身陷囹圄、举目无依的戏本，我终于知道怎么写了，可是就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了。唉。宇恒是凡界最强的捉妖天师之一，一直隐居东海。前段时间收到线报，他曾途经兰溪镇捉妖，但是并无确凿证据证明他捉的是严丹。他的丹房外皆是凶险万分的捉妖法阵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，要一个人硬闯啊？更何况你看看这里，东海地界，你要是被龙族的人发现了，那怎么办？只要有能找到严丹的一丝可能性，无论是刀山火海，还是黄泉碧落，我也一定要抓。什么妖，竟有如此的法力？你真幸运，这里面不是他，否则今日的教训绝没有这么简单。
夏目的人，除了这个秦明阳，全都不见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而且他那个寿书是谁取走的？难道真的是贵妃？贵妃冤魂，不过是阵法所化。屋中已无宝藏，传说却愈演愈烈，只有一个可能：有人在装神弄鬼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鸟多人就多，跟着鸟来，果然有人。他说的没错。姑娘，姑娘，这很危险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说，是谁啊？嘘，他是我娘亲。他还说木门通向鬼门关，你们千万不要打扰他睡觉啊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又到这个地方来了？啊，这是我们家小姐，从小生病坏了脑子，成日里疯疯癫癫的，爱说胡话，二位莫怪啊。这里乃是荒郊野岭，你家小姐为何会跑到这里来？二位有所不知，我们沈府呢离此地很近，最近啊因为闹鬼闹得太凶了，所以才一不留神让小姐跑了出来。哎，我看二位的装扮像是江湖能人，不知道会不会驱鬼啊？他们是坏人，我们快回去吧。他们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，快走，快回家。你们看，我们小姐又开始说胡话了。若二位能还我们沈家安宁的话，我们老爷一定会重金酬谢的。行啊，正愁没地方去呢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那请随我来。去，把天庭赏赐的天仙玉露也拿来，给太子妃解解渴。别叫我太子妃。我们的父王正在大殿商议婚事，早叫些时日又何妨？还是说你害羞了？父王教导我，龙族是天庭的前锋，练兵之道不能有一日懈怠。我们东海的士兵都是由我亲自训练的，你们南海的士兵能接下已经不错了。赵兰，等我们成婚之后，我让他们都当你的亲卫。赵兰，你相信我，我会保护你一生一世，不会让你受半点伤害。谁让你保护？我自己不会打吗？太子殿下，属下为您炼丹的丹房被一只妖毁了，所有丹药无一幸免。属下已奋力一战，奈何此妖妖术奇诡，能纵水火。能纵水火？这妖长什么样？此妖皮相修得甚好，属下也没能看出原形。不过在打斗时，发现他腕上有一个似花似鱼的印记。于墨竟然还没死！传我命令，派出所有精锐，不惜一切代价追杀此妖。是。我们家湘君与常人有所不同，为了让他不遭人白眼，我就把宅子设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当初风水先生说此地阴气太重，易招邪祟，
可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。现如今，唐天师，我看你年纪很轻，果真有办法对付恶鬼吗？晚辈是凌霄派弟子，自幼便修习诛邪之术，您请放心。啊，恕老夫有眼不识泰山呐！原来唐天师是赫赫有名的凌霄派啊！啊，唐天师，可曾婚配？啊，沈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？唐天师，您出身名门，又有一身的本事，您沉稳持重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否能娶我小女湘君为妻？我知道，是我们家湘君高攀您了，但是我们沈家有良田千顷，商铺数界，金银绸缎数不胜数。如果您肯答应的话，我可以把沈家的一切都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您继续。我就有点意外，我本来以为今天上演的是降妖伏魔的戏码，没想到才子佳人的美事儿。我知道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我是一只脚迈进棺材的人了，唯独放心不下的，就是湘君的归宿。这孩子八字轻，一朝邪祟，寻常男人见了他，不是怕，就是讨厌他。只有唐天师您不但不怕他，您还有本事保护他。如果您答应这门婚事的话，哪怕是做妾也行，我这心也会安的。阿爹，沈老爷托孤托得这么认真，别推辞了吧，别人想要这种好事还求不得呢。啊！夫人不必试探我，我此生为你而已，绝不纳妾。你叫我什么？夫人。她是你夫人？私定终身，尚未禀明师门。私定终身？哎，这种话不可胡说的。夫人难道忘了，我下聘时曾送给你一个玉葫芦？记得。原来如此啊，是我们湘君没有福分呢。沈老爷，凌霄派出鬼自有秘法，以小妖投食便可将之请走。只要出现宅中恶鬼，沈小姐便可以安然无恙。唐天师所言极是，这天色已晚，我让下人安排厢房，你们早点休息。驱鬼之事，咱们明日详谈。拿我挡桃花，还让我睡在地上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一点点的不妥吗？沈老爷只给安排了一间客房，确实不妥。大概是想试探一下我有没有说真话。我这个人呢，最怕着凉了。我一着凉就睡不好觉，就会起来梦游。我梦游很恐怖的哦，难道你不怕吗？你不梦游也很吓人。你确定要这么继续盯着我看吗？唐天师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世间本无鬼，所以你跟沈老爷说，如果遇到恶鬼的话，就投妖请走。这是随口一说的，对不对？唐天师，哎，再吵就是真的。怎么回事？唐天师，唐天师，唐天师，醒醒，醒醒！
你是谁？你怎么了？我会这样，全都是你害的。你欠我的，为什么不还给我？都是我害的。我欠你什么了？你要我还什么呀？你欠了我半颗心，这是你害的，我要你还给我。心头好痛，如梦中一般。莫非是他对我施了妖法？傻了？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，是真的闹鬼了。你听，像是从西边传来的。好刺激！我们快出去看看吧。你胆子不大，好奇心倒不小。嗨，你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吧，我虽然是谎话连篇，可是那句成为天下第一换本大家是千真万确的。为了此志，当然要多多经历，多多观察啦。走啦！哦，哎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外面有蠢货拿灵火骗人，快来！傻眼了吧你？敢暗算我们？既然对方用这么老套的招数引我们出去，那我们自然不能辜负这出好戏喽。你不是最喜欢打架吗？机会来了，打他，看他到底是谁！上！你不是一向最讨厌我们妖吗？你刚刚为什么要血肉之躯救我？大概是一时无良，想报救命之恩吧。你干嘛？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想看看有没有伤到你心脉。你们凡人不都靠这活着吗？我可赔不起。欠了我半颗心，我要你还给我！我要你还给我！哎，干嘛？别碰瓷啊！刚刚还好好的吗？不是？碰你个大头鬼！我没事，不用你管。啊，奇奇怪怪的，谁要管你啊？我是看你救我的份上才管你的，好吧？哎。走啊，看看去。小姨啊，对不起啊，对
不起呀！对不起。哎呀，先是这个神秘人设局埋伏，再是沈老爷埋花葬骨，这一夜到底演的哪一出啊？从娘娘墓到神府，这故事简直是越来越精彩了。唐天师，要不然咱俩打个赌吧，看谁先拨开云雾，怎么样？你想赌什么呢？拨开云雾啊！要是我赢了，你就放我走；那若是你输了呢？那就任凭你差遣呗。我不赌不也一样吗？哎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打赌嘛，是博一个好彩头。你想想，自古天下英雄，哪一个不是争强好胜？而且，你难道不想凭真正的实力赢过我吗？无聊。唉，本来想着你答应打赌，便把这个送给你。现在便宜你了。你是散花童子吗？上次给我的花瓣我都没有用。他呢，只是提前设下了阵法，才敢偷袭我，没什么实力，伤不到我的。那我就不给你了。拔都拔了，多存一片，留着下次用。奸诈小人！囚龙锁都用上了，敖轩，出来吧。没来啊？那可不好啊。囚龙锁，以血祭锁，天人难逃，别白费力气了，给我上！东海龙族，不过如此。沈老爷，所以我们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来找您了。原来我爷爷离魂，并非闹鬼，而是梦游。所以沈老爷，您让我们捉的鬼就是您自己啊？想必是吧。后院花圃中的泥土十分的松软，想来这梦游症不是第一次发作了。沈老爷如此犹豫，是不是想到别的什么了？哦，对了，沈老爷，花圃中所埋的尸骨是谁啊？什么也逃不过唐天师你的眼睛。家中隐秘之事，本不愿与别人言说，而为第一次来到我府就撞破老夫的心结，想必也是一种缘分。花圃中埋葬的是我的亡妻小姨，她是朵西族人，尸骨而葬不设棺木，那是他们的习俗。朵西族尸骨而葬，怎么听上去这么耳熟啊？那你深夜葬花也是习俗的一部分。
不，我梦游去见小姨，是因为我曾无意间见到湘军在偷偷害人，是我对不住小姨。哎，沈老爷，你家小姐不是脑子……她不是神志不清吗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我亲眼见到湘军在枯井旁偷偷的害人，用妖术谋害人的性命啊！你怎知他使用的是妖术？朵西族人擅长使用妖术，我和小姨青梅竹马，多少也略知一二。可是小姨死得早，不可能教湘军这些，所以湘军一定是中了邪。唐天师，就算我求你了，若能还我原来的湘军，我死也瞑目了。这井倒是挺深的，不过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相信沈老爷说的话吗？奇奇怪怪的沈小姐被邪魔附身了，怪不得他想让你娶她女儿呢，是想让你替她治病啊。沈老爷的发妻在沈小姐年幼时就已经去世了，花圃所埋尸骨确实属于年轻妇人，而且有些年头。地上有东西。哎，那不是那个妓女侠吗？可就算她遇害了，这也才刚刚分别1日啊。1日之间化作枯骨，定是邪术所致。看来正应了沈老爷的说法。